in the ready position, bracing. Breaking news right now, a brush fire. Everyone to stay alert. 大家好，今天在室内和大家简单的算是插了一期节目，那基本上就聊一下洛杉矶的大火。情况其实很简单，大家其实从网上看了很多的新闻，当然有很多不实的新闻。做这期节目的主要的初衷，也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发生大火的在后面2天，其实我们一直在周围工作，那我们有拍摄一些房屋之类的，所以我们其实有一定的发言权，也看到了一些真实的情况。那鉴于网上现在已经传疯了啊，恨不得整个洛杉矶都要烧没了，所以我给大家一呢是辟谣，二呢讲一下这个事件的起因，为什么形成，然后它真实的现在的情况，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个走向，从这里面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沟通一下。那首先要讲的就是这个大火现在的情况嘛。那洛杉矶大火今天截止是1月15号。已经控制了，就是最严重的灾区的位置的大火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不是说好像我刚才看了一下自媒体，现在还说现在还在冒烟烧着呢，不是那个样子。另外我们要说一下洛杉矶这个大火的严重性，很多人在过去的7、8年这个时间里面，经常能听到洛杉矶大火，要不然这儿烧了，要不然那儿烧了，我不提地方了啊，就感觉是一个每年的保留项目一样。但是为什么今年这个有一些特别，它到底有多严重，搞得传言说是洛杉矶都烧掉了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如果把洛杉矶的自然灾害从第一就排前5位吧，它首先肯定是第1位的，它和第2位之间都是断档的一个差距。那跟大家说一下，它前5的自然灾害，第1的是1961年表亚 fire， 表亚的大火，表亚山庄那个 neighborhood 的大火，484栋房屋烧毁，这是表亚。排到第2的自然灾害呢是2018年的 Woolies Fire， 它烧毁了1643栋房屋，这是排名第4。再往上一个排名第3的自然灾害是1938年洛杉矶的大洪水，不是大火了，大洪水，一共摧毁了5600栋房屋。然后第2名自然灾害是1994年的洛杉矶大地震，这个很多人可能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人多少都应该听过啊，洛杉矶大地震很严重很严重，7000栋房屋损毁，然后才到今天的第1名，数据还在统计，还在更新，保守来讲是已经超过有1万栋的房屋被损毁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出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并不像之前哪个山上啊烧了一点啊，居民扩散一下啊，烧个10几栋房子，完全不一样的规模，所以它才会这么的严重，引起了这么多的媒体疯狂的争相报道。然后那个地方现在其实你去来讲是不能去的，跟大家说一下，为了自己的安全，那边很多国民警卫队啊，包括警察其实是封路的，不要想着去探险啊，也不要试图飞无人机，跟大家友情警告一下，你要飞无人机那边你的地图上可能没标出来，但是那边现在是禁飞区，如果你飞起来的话，找你谈话的不是警察哦，找你谈话的是 FBI， 这个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一定不要在那边去飞无人机 OK， 如果你要飞1次警告2次的话，这个算是 federal crime， 现在不是个小事了 OK。那么这个大火它的起因是什么？为什么会今年的大火真的就烧成这个样子？原因其实要跟洛杉矶大家住在这边人会了解，有一个风啊叫 Santa Ana Wind，Santa Ana Wind 呢每年基本上10月、11月啊就开始刮到来年的1月、2月差不多结束，就这么一个情况。今年来的比较晚，然后呢来的也比较凶，很大这个风。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当地的政府都会做一些自然灾害的这个预防工作，比如说提前的清除这些灌木丛啊，包括注意一下这个间接性的地区，如果风大的地区它会断电，区域性断电，因为大家洛杉矶不太一样啊，很多咱们亚洲国家咱们电缆啊都是放到地下的，很少放到天上这么飘的，但很多山区的地方和洛杉矶多数的地方
它的电线都是在马路边上直接横穿过去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大风，树枝刮到了电线，或者电线杆有吹倒，电线杆吹倒其实不太容易啊，主要是大树砸到电线杆引起了火灾，再有风一吹，那你知道，大家举个例子，去烧烤的时候，你那个炭烧得红红的，你拿大风吹一下试试，那个火星呼呼呼的飞，就是同样的原理，所以很难控制。如果在大风的时间又是起火，那这次呢，不光是大风，又赶上了多个火源。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两个，一个是在 Pacific Palisade， 那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靠海边的火源，影响的范围有 Santa Monica 呀、Malibu 啊，包括都靠近了 Brentwood 地区了。那还有一个火源呢，是离华人比较近的，在 Altadena 这边 ，Altadena 那个大火呢，影响的是 Pasadena 北边。要讲清楚啊 ，Pasadena 很大啊，它只是影响到 Pasadena 北边。Arcadia 山脚下的一点点的部分，以及 La Quinta 的靠210北边那一片，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严格来讲要分成3处大火，就是有一处大火是合并了，它是 Franklin Fire 和 Pacific Palisade 这个 Fire， 它们是靠在一起了，所以火势会这么猛。非常漂亮的城市，那个可以算是加州的后花园，或者是加州人民向往的伊甸园都不过分啊。那个城市非常非常的漂亮，它的小镇，当然大家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再去看了。我们以前拍过一些那边房子的视频，但可惜没有给大家保留更多小镇的资料，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也全部都付之一炬了。所以导致就是这次野火是不是人为我们不知道，野火再加上大风，这个一下就根本不能控制了，再加上当地的一些消防的基建设施的不完善。为什么不完善啊？这个跟很多党派之间的这些竞争有关，我们在这里不去概述。那最终导致呢，这个火从一开始的消防员是进攻的姿态，就是我尽量扑灭，然后转变成防守的姿态。OK， 我把它尽量控制，最后发现风太大了，完全控制不了。就是如果风大到一定程度，山火啊，不是说你直接能控制得了的。然后说啊，为什么不直升机从海边拿水去浇？有浇，但是山火风大，直升机浓烟起飞，那可能人就交代进去了，不是说那么简单的。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飞行员，那都是王牌中的王牌的飞行员，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所以这个火整体来讲会这么的严重，这么的不可控，造成这么多的损失。那么第二点呢，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情况，这个事件现在的真实的情况和烧毁的情况呢，其实政府是有网站的。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网站。如果大家想了解洛杉矶火情的最真实的情况，可以来这个网站 LA County Recovers， 可以看到这个边是它的域名，都在这边 recover 到 lacounty.gov， 点进来以后呢，就是这个主页面，它有会所有的你着火的地方地图。那主要大家从这边 damage map 里面可以点进来，那么先看华人区靠近的这边这个 Eaton Fire， 点开过来可以看到这边是华人区比较近的Altadena 这边 ，Altadena 这边它离华人区的 Arcadia 的北边 ，OK， 这边是 Arcadia Upper Ranch， 我们刚发那边的视频嘛，离这边北边很近，可以看到有一些房屋，很少数的房屋受到影响。往这边呢是 La Quinta， 那这边呢是 Pasadena 的靠北这边也有一些影响，主要的灾区呢都在这个 Altadena 这边。那这个地图呢其实是实时每天都有更新的，它红色的范围呢是火灾的受灾范围。那点进去以后，很多区域的统计实际还没有出来，那现在正在灾后统计的区间。那可以看到红色的你点开以后啊，基本上 destroy 或者50%以上，就基本上已经就烧没了，可以算是。那可以看这边绿色的地方呢，你点开，哎，就运气很好，它只有1%到5%的 damage。黄色的地方呢10%到15%，那有些黑色的地方呢，哎，就已经确认了没有受到损失。这些很多的灾区的边上的房子，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有些还没有统计出来，不代表没事，它每天还在慢慢的统计。所以你打开放大以后，你可以看到具体到每一个街道、每一个 neighborhood， 它是 door by door 的去给你统计的。那这里面大家如果再放大，可以看到它严格的每一个地图的划分啊。
可以看到这两个房子它周围都着火了，后面没事儿，哎，它也没事儿。这后面的这个什么，后面是它的后屋，就我们之前老频道里面说的 ADU， 就是这个东西。那有的房子呢，就是你看 ADU 烧了，但房子主体呢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有兴趣的话，从这个网站可以了解到真实的在每天更新的火灾的情况，可以看见风一路是往东边这边吹，最多都戳到哪儿了？我看是不是快到，你看都快到605高速公路这边了，所以在这边已经吹到这儿了。但是整体来讲，你看到越往这边，它整体的情况越好了，因为它火是往山上走了。然后除了 Eden Fire 以外，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它叫 Palisades Fire， 原因它就在 Pacific Palisades。OK， 旁边是马里布，其实马里布从这边啊，这也是马里布。OK， 马里布其实很大的，大家不要觉得很小。马里布从西边一直到东边，就是东中西马里布严格要去分。就是马里布靠中部和靠东部这边是豪宅比较多的，可以看到沿海岸线的这些房子都是不得了的房子，你可以看到一栋一栋的啊，有些火是跳跃的烧到这边了，然后又跳开了，然后一下烧了一串，然后隔着这个海角，然后又跳过来了，烧了这一片，对不对？可以看到马里布这边海边的房子，这都是很贵的，对不对？就老破小1-2千万是很正常的，那更不用说你往 Pacific Palisades 这边山里面走了，可以看到烧得非常的严重。现在并没有完全的统计出来啊，但基本上你看到的这一片实际上都已经没了。它只是暂时还没有更新上来而已。那真的有一些运气好的海边的这些 business 倒没受什么影响，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整体确实是比较严重，但是是有地方可以查真实的情况的。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网站，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查一下，包括旁边马里布其实紧挨着马里布的那个火，其实叫 Franklin Fire， 那从这边也能看到更具体的影响，在针对马里布这个地区的是能有一些啊，往这边就是 Pacific Palisades 了。OK。第三点呢，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个房屋烧了嘛，那烧了以后谁赔啊？对不对？美国不是有房屋的火险保险吗？那这个保险的费用出了以后赔了钱，大家盖房子不就好了吗？先不说环境部门能不能让你在短期内在烧毁的地块上又有什么环境污染啊，能不能让你盖房子，先不说，就算让你盖，你要从保险公司拿到钱。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任何跟保险公司打过交道，进行过大金额索赔的朋友们应该了解，是个非常繁琐而且耗时长久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少则2年3年，多则4年5年都是有可能的，你可能才能拿到这个索赔的完整金额，甚至说是前提是保险公司能赔的情况下，因为这个金额一定是超过100亿的，那具体统计的数字暂时不知道，有的说什么500亿400亿的都有，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一下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去赔的。 OK， 当然虽说那边有很多不同家的保险公司去承保，但是资本主义嘛，保险公司毕竟是公司，他们运营的理念是以公司的经营状况为准，这里面如果保险公司不赔，那就要看国家和政府愿不愿意去兜底。如果国家政府不兜底的话，保险公司耍个无赖，不能叫耍无赖了，我就破产了，你能怎么办？对不对？那辛苦的就是老百姓了。所以索赔这个事情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的，而且这是有保险的一些人家，因为有一些保险单大批的在过去的半年内被取消嘛，因为有山火的危险。大家说啊，没保险怎么办？烧了。这里分2种情况，如果你房屋是现金购买，是没有人要求你强制买保险的。但是如果你是贷款，银行是100%是要求你必须买保险的，即便你的保险公司把你的保险取消了，银行会通过他们银行的渠道给你买很贵的每个月的保险，也就是严格来讲就是活险，一定会给你保上的。因为严格来讲，在还款还清之前，这个房子的产权是银行的，不是你的。银行给你买保险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保护。那你想想，我不管你多贵，你付这个保险的钱保护我的这个财产，那当然划算了。银行不会说让我自己有贷款的房屋
没有保险、没有活险的。所以这点呢，是之前有很多人在谣传啊，说啊这个保险被取消了怎么办？怎么办？OK， 取消了，如果你是现金你不买，那你自己的选择，出了问题确实没人赔。那如果你是有银行贷款的话，有银行负责 ，OK， 一定是有保险的。那至于怎么赔，那就要看保险公司做不做人了，对不对？你现在的这个整体的政府趋势，还是要看，小到州，大到整个的联邦政府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这是关于活险的一个真实的情况。那第4点呢，跟大家简单聊一下这个事情。很多人开始在网上已经火还没烧完呢，就传哇，洛杉矶房市要大涨，房市要暴涨了。是这个样子吗？那会有人说，哎呀，完了，洛杉矶房市要跌了，要完蛋了。其实现在都看不出来，太早去判断了。但是有些其实用常识可以推断的事情。那第一呢，首先，我们所有不在受灾区的房子，就是整个的加州居民，甚至到南加州居民，所有明年的保险费一定会涨，不管你是在山区还是在平原，一定会涨，就是涨多少的问题，可能不少。因为保险公司这个钱要让大家出来，而且他们已经看到了未来的潜在风险了，所以他们估值来讲，要这个保单金额要继续提升，保费上涨这是必然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加州未来买房，在山区地区买房的朋友啊，尤其是在山区啊、丘陵啊、山地里面，可能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就是你买房屋保险不太容易，很难买得到。就算买得到的话，房屋保险金额很贵。那之前我们有拍的很多在表演啊、Hollywood Hills 啊、比弗利山庄，大家看过的我们拍的房子，很多那些房子一年的保险是几十万美金啊！大家其实经常在盯着地税这个事儿不放，但你知道房屋保险实际上很多要比地税还要贵的，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我们一般在视频里就不聊啊，但是在这个跟借单机会说一下，这个保险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你想啊，1、2千万、几千万、3、4千万的这种房子烧起来，那保险要赔多少钱？那基本上未来的影响呢，保险肯定会涨。那第二呢，其实会带动一批建筑行业。那边其实没有那种所谓的 tract home， 就是大家一起去盖100栋、200栋一起盖出来，像尔湾那边开发那样大规模的盖房子不存在的，都是每一个地块会有小的开发商承包进来去盖。我不认为有任何一家大的，包括这种国家级很大的像 D.R. Horton 啊，或者是Lennar 这种建商，他有实力去买那边100个地块，或者是200个 lot、300个 lot 那样去盖，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那个土地来讲那边是非常贵的。阿登蒂娜那边不说，阿登蒂娜相对会便宜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大的建商整体的收购，然后统一的去盖，那价格一定也会不便宜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整体在 Pacific Palisades、Malibu 来讲，那都是一个一个开发的，所以不存在大批重建的情况。所以中小型的开发商未来几年，我想应该会很忙。首先，因为审批画图到盖的话，中间3到5年是很正常的。LA County 非常非常慢，那 LA City 也会非常的慢，那 Malibu 那边就不用想了，会更慢。所以短期内3、5年内，你们可能看不到那边有一个巨大的变化，真正的变化可能在5年以后。可能大家看到很多的动工啊、施工才会开始，应该是这么一个节奏。以洛杉矶当地的办事效率来讲啊，纽森有说所有的手续简化、加快，但是能不能做到，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这是火灾对未来市场影响。那对其他地方的房价呢，我不觉得有太大的影响，只会对周边地区短期内有一个刺激，比如周边的房屋的出租。然后周边的一些房产的买卖，因为那边 Pacific Palisades 那边很多稍的贵的房子，你知道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有储备金。OK， 我再拿个1000万、2000万出来，在表演或者在比华利或者在哪怕 West Hollywood 再买栋房子，他们是 OK 的，负担得起的。所以对当地的一些豪宅市场可能会有一定的刺激，和当地的一些中上房源的市场吧会有一定的刺激。但再远，比如说对什么城县啊、Riverside County 啊，或者什么 Mendocino County 啊，有没有那么大的刺激呢？就非常非常有限了。因为在洛杉矶很多生活的人生活的是圈子，他们不会说大火一烧了 ，OK， 我直接就搬到 Newport Beach 去了。因为洛杉矶的圈子和 Newport 那边的圈子严格来讲不太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不舍得洛杉矶也是这个原因。大概率他们依然会在周边去选择购房居住，而不会说我举家直接跑到城县了，一般是不会这样的。
大家聊一下我们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我们拍摄。实际上在火灾的2天后，我们在那边也有拍摄，但是你要说不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们其实这周也好，下周也好，都有一些拍摄的计划呢被这个事情打乱了或者延期了。那我们在尽量不影响更新的情况下呢，为大家保持一定的节目更新内容，可能会穿插一些我们出去旅游的 vlog，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也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那一旦可以正式恢复我们的拍摄节奏以后呢，我们尽量还是继续保持每周的固定更新，为大家带来更高质量的节目。那最后呢，跟这个火灾呢，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个人的感受啊。实际上不要说感同身受了，我自己本人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火，我很难感同身受。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啊，多少经历过大火？如果你经历过大火，可能你有更好的感同身受，但我们只能感觉到确实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也希望这些不幸的事情受难的家庭，在未来的几天、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里面呢，能够勇敢起来 ，put yourself together， 然后去完成这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恢复重建的一个 process， 不光是physical 的重建，更是很多人的不光是就是身体上的重建，或者食物啊、房屋的重建，更多的是对很多灾情的家庭心灵上带来的打击，因为很多美好的记忆就付之一炬了，很多值得纪念的物品、环境、场景全部都没了。那也是大家心灵上需要一个很漫长的重建过程。那最后呢，希望洛杉矶 stay strong， 然后这个灾情尽快的结束，也希望观众们朋友们在面对灾情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应对，好好的看一下面对火灾应该怎么处理，尤其是如果你生活在当地又在 Hillside 的话，提前做一下准备。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